Hello， 大家好，我是 Lacy。我们的模特呢，她的头发呢，整体来说是非常多的。我们可以从后面看到，不管是前面也好，还是后面也好，都很多。然后我们模特的这个发质的素材呢，是她染过一次，然后呢烫过一次的样子。同时呢，它的颜色其实已经长到这个位置了，发根是黑色。当我们在现场遇到这样的头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烫，然后呢我们再来染，这样的话头发不会掉色。今天我设计的目的呢，其实我们从镜头里面可以看到，我们 model 的这个脸型比较的小巧玲珑。现在呢，它这个长刘海呢，就会显得它整个人会偏成熟一点。同时呢，因为它的头发很多，干了以后呢，它会蓬起来，就显得它整个头很大。然后呢，它身体又很小的感觉。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给它设计一个短的刘海，尽可能把它头型收小收窄，让它看上去呢，会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形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开始分区。好，我们的分区呢已经分好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我们退化点的位置呢，一直斜向后分，后区呢在我们的枕骨点以上2公分左右。然后呢，我们下半部分的这个区呢会比较高，上半部分呢是比较少的。这个跟我们的圆形的饽饽的那一款刚好是相反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去分区呢？是因为它的头发太多了。如果我在这个位置分得很低的时候呢，这个头发上半部分会比较臃肿，就比较厚实。所以今天呢，我们把区稍微分高一点。同时，因为今天我选择的层次它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区稍微分的比圆形的饽饽相反。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分到我们退化点的位置就可以了。一般这样的分区呢，我们在裁剪的时候很喜欢去剪去除层次。那今天呢，我刚好相反，因为我的区分的比较高，如果在这个位置我剪去除的话，这个面会很直，那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这个头发出来它会比较帅气。我其实不太希望这样，我还是希望这个发型有女孩子的味道，让它产生一点点的弧度。所以在颈侧点以内的这个位置，我们都要选择轻堆积的层次。好，第一片呢，我们选择垂直去分区，垂直去分区。然后呢，我们选择的角度呢是轻堆积的角度，比90度呢低一点点，比45度呢再高一点点。好，头再往低一点啊，对，好。然后长度的设定呢，我们3到4公分就可以了。我们第一片预留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长一点点。因为这个女孩子她比较年轻啊，如果我们把后面剪得很短的话，其实也不太符合，所以我还是希望后面呢稍稍的略长一点点啊。当然啦，我们在现场服务客户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自行去选择，没有问题。好，我们第一片长度设定好了以后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长度比例是不是你想要的。如果是你想要的，那我们就继续；如果不是，我们可以再来裁剪，都没有问题。好，我觉得会有一点微微的长了一点点，所以呢，我们再把它拿起来，再拿起来，然后呢，我们的长度呢再拿掉半公分左右，然后呢，微微的把它往下去收。整个呢，它是一个轻堆积的切口。好，那这样的长度呢，我觉得就已经合适了。那我们就继续延伸，分斜线。发片的靠位呢，不要向后靠，尽可能的我们原位去裁剪。头往下低的情况下，我们的角度呢提到水平，然后呢切口向内收，那它自然呢就是一个轻堆积的层次。好，到颈侧点的这个位置，我们需要去注重一下，因为我们分的是一个斜线。如果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后靠，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位置会臃肿。那如果这个位置我们原位剪，那这个位置呢它会缺掉。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采用2步。上半部分原位剪，下半部分往后带。上半部分原位剪呢，把这里的亮感去掉，头型得到收紧；下半部分往后带呢，这里得到延长，那头发不会缺掉。到颈侧点的这一片，我们就要开始操作了啊！同样的方式，我们提拉平行我们的分缝线，上半部分原位剪。好，
这个位置还可以原位剪，因为它其实孩子剪的是中部的头发。好，到下面的头发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向后靠，向后靠一片，靠到什么位置呢？靠到我们颈侧点的位置就可以了。那这样剪完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得到，哎，这个位置它并没有短啊，它是会很轻柔的过来，得到一个结果。好，到我们真正的颈侧点以外的时候呢，我们就向后靠一片就可以了，角度不变啊。角度不变，只是产生了靠位的变化一点点。好，往后靠一片，这你不需要全部靠到颈侧点的位置，因为我们不需要它保留的这么长。那因为我们往后靠一片，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它只是微微的短了一点点啊。好，一直剪啊，剪到我们的耳后点为止。剪到我们耳后点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一样的，还是一个轻堆积的角度。因为我们分缝线它是一个弧形的，所以呢，我们的角度啊要随着我们的分缝线发生一点点的变化。好，从镜头里面我们可以从后面看得到啊，它这个侧面呢它会有一点弧度，那这样的话这个头发它就不会很直，不会很直，它就不会很帅。好，剪到我们耳后点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暂停一下。剪到耳后点的地方，如果我们再轻堆积剪，这个位置它是不是又有弧度了？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位置会宽。所以从耳后点这一片开始，我们把它变成什么？我们把它变成去除层次，用去除层次来收紧我们的侧面，让它的头呢显得更加的收长。好，还是以我们后面的长度为引导，往后靠一片，然后呢，在这个位置剪去除。没有一个人说过，我们剪头发呢，在一个面必须要用一个层次来完成。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要的不同的区域的结果，从而去组合，得到你想要的效果。哎，那这样呢，让技术去为我们的人服务，而不是我们人去为技术服务。好，耳后点以前我们都是剪去除层次，我们的发片靠位呢都是2靠1、3靠2、4靠3。当我们剪去除以后，可以看到啊，这个角度已经高于我们的分缝线了，因为我们客户的这个头呢，它是微微的向那边靠。哎，剪轻堆积的时候平行我们的分缝线，剪去除的时候高于我们的这个分缝线。你以这个分缝线作为中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找角度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好找。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从侧面看，你会发现这个位置会收得很紧。好，剪到我们耳上点的时候呢，我们就暂停。好，剪到我们耳上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一片一片带了，因为一片一片带的话，它会比较慢。我们呢，全部向上，水平向上提拉，以我们后区的这个长度为引导，水平向上，垂直的张力放轻，以后区的长度为引导，我们把它剪掉。用这样的技术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就是它的头型最宽的位置，这个位置它会得到最大化的收紧，同时呢，边缘的地方它会有一定的长度。当然，今天我是不会留这么长的，因为它的五官比较小，所以我尽可能的要打开它的五官。如果你们的客户脸型比较大，你们在这个位置是可以留长的，没关系的。其实就像这个长度这样去组合，然后前面搭配一个短的刘海，它也会非常非常的好看啊。当我们设定好这个长度以后呢，我们再来把它变化一个形状，从我们耳上点的位置开始分区，哎，把它往后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斜线，也可以建立一个平线，也可以呢再用圆形的方式再收过来，再打开脸型。那这个形状呢，就取决于我们客户不同，你们去改变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 model 呢，我可能会稍稍的把它削得平一点点，不要那么的碎。哎，选择一把削刀，慢慢的去做。我们的长度设定呢，先设定到耳孔的位置。好，那这样呢，我觉得就已经非常漂亮了，既可以打开它的脸型，又有长度，可以让它别在耳朵的后面。OK， 那这边呢，我们就结束。好，我们剪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啊，分一个斜向前的分缝线。人呢，尽可能的站在我们颈侧点以外的位置，然后呢，让我们的客户的头呢，微微的往另外一边靠。
同样的，先剪我们的上半部分，再剪我们的下半部分。提到平行我们的分线的位置，然后呢，原位带，慢慢的手呢向下去收，再来，继续延伸。好，这个时候呢，就到我们的这一片，下一片我们就已经到颈侧点以外了。到颈侧点以外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啊，上半部分的地方垂直去看的时候，这个位置还在颈侧点以内，所以这个位置呢，我们要原位剪。下半部分在颈侧点以外的地方呢，我们要微微的向后靠一片，保留底线的长度，原位呢去拿掉它的量感，这样的话，我们的转角区域啊，它不会特别的宽。有时候我们剪头发的区别啊，整个后区我们都可以剪得很好，可是到转角过渡的地方呢，我们就会差一点点。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剪的时候，尽可能你要多注意这个细节，然后呢，我们要多多的去思考一下，那你剪的头发自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这个时候呢，就到我们颈侧点以外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往后靠一片，同样的还是剪一个轻堆积层次啊。剪到我们耳后的地方，我们的层次在发生变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颈侧点以内原位去剪，颈侧点以外，我们呢要选择2靠1、3靠2、4靠3。好，现在这一片呢，我们已经到耳后点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变成一个去除的角度。一样的，以后区的长度为引导，角度抬高，高于我们的分线，剪直的切口，慢慢的往下去收。这里再来，剪到我们耳上的位置才暂停啊，再抬高。也是一样，往后靠，去除去。好，再来一片，一样的，同样的步骤，我们去操作就可以了。一定要看得到我们的轮廓线在慢慢的变短啊，看到我们的轮廓线在慢慢的变短，不要慢慢的变长，要不然我们这个底线呢，它会很厚实。好，剪到我们耳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片式的往上抬，快速可以拿结果啊。以我们后区的长度为引导，全部一片式的往上带，全部向上带，张力要放轻。好，那这样呢，我们这个侧面的头发就已经结束。从耳上的这个位置分区。选择一把削刀，微微的向后，长度设定呢到耳孔的位置，边缘的这个线呢稍微齐一点，不要那么的碎，不要那么的有斜线哈，因为它比较年轻，如果我们剪得很斜了以后呢，其实不太符合它这个年纪，我们可以稍稍的拿掉一点点，好，刚好剪到耳孔的位置，这样，那我们的头发就可以了。同样的，剪完了以后呢，我们就不要把上面的头发放下来，我们这个时候选择牙剪，去把这个头发的柔和度我们去做一下。妹妹头低啊，再低一点，对。选择一个10%的牙剪，打我们的发中。头发多呢，可能我们打的变数就要特别的多了。尽可能呢找到头发柔软的那种形状，就是它有点像长出来有点柔柔的，有点自然卷的那种头发。因为在这种头发粗硬上面哈，你很难找到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用修饰来达到这样的效果。不要让这个头发看上去它很硬，如果头发很硬，我们在剪这样的层次，其实它头发是不是那么好看的哈？除非本来我们客户的年纪呢，它是比较偏大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底线就要收得很干净，不要留这么长。往后去靠一片，每一片发片呢打3到4下，
全部打的都是发中到发尾，我们的发根尽可能不要碰，因为这个头发它比较粗硬，如果我们碰到了发根，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客户长出来以后呢，它会特别的糙。我们只需要去增加它的柔和度就可以了，就看到它头发是柔柔的，不要那种硬的结构就行了。因为我们不打的话，看上去它还是很硬很厚实。好，你看打完了以后，整个头发的柔软感它又会增加，得到这个结果，那我们就可以了啊。每一片的发片我们都是这么操作的。往后靠呢，头发可以得到一个向前有推力的流向。所以尽可能在打我们下半部分的头发的时候，不要往前带往后打，尽可能都是往后带朝前打哈。好，那这样呢，我们这个后半侧就已经结束。我们的前半部分的头发呢，也要高角度去提拉，然后呢，把发尾去打一下。在前半部分的位置，我们只做发尾哈，拉起来呢，后面的头发肯定是有一点长的，这个不要去管它。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你把长的一剪，那这个耳边它就会特别的宽，那这样又不好看了啊。好。好，那这样呢，我们的下半部分就已经打薄完成。这时候呢，我们选择一把削刀，把它有一些底线不规则的地方，我们呢去把它削掉。同时呢，我们底线有一些长长短短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去拿掉一点点。好，那这样呢，我们整个下半区就已经裁剪完成了。尽可能有个习惯哈，就是剪完以后我们就去打薄，这样的话，我们在平时沙龙里面呢，你的效率可以逐渐的提高。我们整个后区呢分3层，我们这一层呢分到我们黄金点的位置，分一个圆弧形的分区就可以了。找到我们顶上的这一颗头发，然后呢，我们把头发两边分开。先设定一个长度的重量比例，这个长度的重量比例呢，一定要设定到3:2，就下半部分是2，上半部分是3。一定要拿上面的这一颗啊，尽可能我们不要拿下区的头发。如果你拿下区的头发呢，上面的头发会特别的长。OK， 我们找到这个位置，剪到多少呢？剪到3:2，大概是这个位置。好，剪好了以后呢，我们垂直分线。头往下低的情况下，我们平行，选择挑剪的方式，切口一定要向内收。如果我们的切口不向内收，那也会得到一个结果，下半部分的头发会特别的长，尽可能保留这个圆形的切口弧度。好，继续延伸。不要分斜的，也不要分
斜向后的，就是垂直的发片，然后挑着去剪就可以了。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把我们头发呢最大化的量感去拿掉。如果在这个位置我们剪重的堆积呢，这个头发就太厚了。本身下面的层次它是算是有点丰富的，如果我们上面剪得很重，它是比较不搭的。好，随着头型去剪，剪到我们颈侧点以外的这个位置往后带，全部定到我们颈侧点的位置。全部往后带，带到我们颈侧点的位置。这一片也是如此，带到我们颈侧点的位置，然后挑着把这个切口呢去磨圆。那这时候呢，我们会得到一个结果，前半部分的头发会比较长。我们再斜向后，然后呢再往前带，提拉到45度，45度不要提拉到90度啊，提拉到45度。以我们下半部分这个长度为引导，选择点剪，把这个角呢再去掉。那这样呢，我们这个位置的宽度就会被拿掉。如果我们直接往后剪，剪过来，剪成一个圆，那样头发也可以，但是呢，它不是特别的安全啊。好，这边也类似。这个呢还不是去除层次啊，它也是一个轻堆积层次，两个轻堆积去叠加在我们的后半部分，整个头发呢，量感就会拿掉。特别像北方的设计师，其实用这样的方法会比较好哈，因为通常呢那边的客户啊头发都比较多，头型呢比较大。如果我们要剪短发，那多用这样的技术，可以采用一些不连接呀、轻堆积呀去组合，你的头发自然体积就会变小。好，斜向后往前带，45度提拉，以这个短的为引导，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尖角呢，我们把它拿掉，角度呢逐渐提高一点点，要不然这里会有一个硬线。好，一样的方式，其实呢，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圆形的轻堆积层次，我们这样去理解就可以了啊。好，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位置就已经没有了。这时候呢，我们再多多的去点剪一下我们的切口，尽可能的让我们的切口呢再柔和一点，让我们的过渡呢，看不出来。好，那这样呢，我们整个后半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来到我们的上一层。顶上的这一层呢，我们也是从我们的后区开始，直接提拉到哪里？提拉到我们黄金点的位置啊，提拉到黄金点的位置，以我们下半部分的长度为引导，然后呢，再逐渐提高一点点，把这个角呢磨掉。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低的一个角度呢，上半部分会特别重。我希望我整个后区的层次呢稍微的动感一点点哈。好，一样的，先提拉到黄金点，我们再垂直向上磨一个角，这样的话我们的层次过渡会比较匀，不要突然间就提高，突然间提高了以后呢，顶上会特别的短。你顶上的头发特别短了以后呢，层次的连接性跟密度它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我们要分两步。先提到黄金点的位置，然后呢，我们再垂直向上，把这个角呢去掉一点点就可以了。注意啊，这个角呢，我们不要突然间一下就剪得特别平，它是在空中呈现一个大圆形就可以了。好，随着我们的头型走哈，我们上半部分的头发不要往后带，也不要往前带，随着我们的头型慢慢的剪就可以了。那这样剪完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整个上半部分的这个位置啊，它不会有特别臃肿的堆积面，
得到这个结果，那我们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完成前区。我们前半部分呢，先横向分区，横着，然后呢分到后面，把上面的头发呢尽可能往另外一边去梳。好，我们头往那边侧，对，高角度提拉，以我们后区的这个长度为引导。原位啊，不要向后，也不要向前，原位，高角度提拉，然后呢，我们选择点剪的方式，把它挑掉。这个长度的最终落点呢，我们要注意看啊，要跟你的下半部分呢，要微微的露出1公分来左右。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鬓角到它耳垂的位置。那我们这个重量的地方呢，就要覆盖预留我们的小鬓角1公分左右就可以了。OK， 我们目测一下这个长度已经可以了，那我们就继续。那上一片的地方呢，我们也是一样，全部定到第一片的位置来，剪一个平的切口，角度切记啊，不要逐渐的提高，因为我们不需要上面这么短。如果你想要保留前面是长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头发可以干嘛？就是你可以剪一个斜的切口，也是 OK 的啊，没有问题。整个头顶的头发我们都带到第一片的位置来，然后呢挑着去剪就可以了。这个地方不需要剪得特别的精致啊，如果剪得很精致，那你这样抬起来剪的意义就会被丢失。我们呢尽可能点剪深一点，点剪大一点。让我们的上下层次不连接的地方得到一个更柔和、更动感的就可以了。好，剪完了以后呢，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得到啊，这里呢会产生一个斜线，这里呢会有一个夹角，哎，好，这一侧我们也一样啊，抬到我们转角的位置，以后区的长度为引导。挑掉它。如果我们放下来，这个位置还会有点长，那我们这个切口呢，可以再往前走一走。好，我们梳下来去看一下这个长度比例。好，我觉得这个位置会有一点长，我们再来一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切口可以往前，把前面呢再拿掉一点点。好。刚好离我们的这个底线呢，大概1公分左右，那就可以了。好，定点，定到这个位置，以下区的长度，两边都是相同的。头发呢，我们可以尽可能把头顶的地方左右的去交叉，去把它剪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大刘海啊。当然了，如果我们的客户比较帅，你可以留这个刘海没有问题。我们甚至呢，可以就留这样的形状，然后做一点点挑染，高密度的挑染放在前半部分，也会非常非常的好看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会再建立一个短的刘海，因为这个长刘海在它的脸型之上也是好看的，但是会显得它过于的中性，有点帅。这时候呢，我们再增加一点点女孩子的味道进去。好，刘海的设定呢，其实有好几种哈，这只是长的一种。OK， 我们可以呢先来定另外一种，比如说我们长度剪到鼻中的位置，选择一把削刀，慢慢的把它削成一个圆形的轮廓，往前带，削圆。那这样呢，这个头发就会比较的小女生。那这样的一个形态，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其实这样的短发也可以经常看得见啊。一个小女生的这种感觉。这个呢是比较的生活、比较的圆的一个刘海。刚才长的那种呢比较中性，如果它分一个大偏分，它就会比较有气质。那现在这个呢，它就会比较柔、比较可爱、比较生活。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把这个头发呢变得特别一点。就像现在来看，其实它也没有不好，它很好，但是呢它还不够特别。所以呢，我们从斜向前去分区，从我们顶点的位置。分一个斜向前的分区，然后分到我们退化点的位置，尽可能去把它脸型打开。长度设定到哪里呢？长度设定到它眉毛的位置，也是选择用削刀。中间要留长一点点，中间不要剪得太短，因为它的头发呢有一个发旋，如果中间我们剪得很短了，因为我们烫完了以后它会翘起来，不是很好。好，剪完了以后，我们在这个位置把这个三角形的角度提高，往前倾堆积的角度。在这个位置可以把这个角拿掉。如果你的客户头发比较少，这一步是可以不用做的。可是因为我 model 的这个脸型比较小，然后他头发比较多，如果这一步不拿，就会感觉他整个头发都在前面，都很厚重。好，那剩下来的这一层头发呢，我们先不用管它，就让它长的。另外一侧也一样，分一个圆弧形的分区。然后分到我们退化点的位置，这是一个三角形啊，分一个三角形。长度设定眉毛的位置，先定长度，再减层次，这样呢，我们的头发它会比较安全。好，再拿掉一点点。然后我们在高角度提拉到黄金点的位置，把这个有尖角的地方呢，我们用点剪的方式去把它拿掉。那这样呢，这个头发这个位置它就不会特别的，臃肿。好，剩下来的头发呢，我们还是一样的往前盖，全部往前盖。好，旁边的这个长度我们尽可能不要去动它，这个位置我们削一个自然垂落，我们削一个等长就可以了，跟我们下半部分的刘海等长的一个头发长度。旁边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尽可能的去保留，这样剪完的刘海呢，它会有一点点错层感。好，两边有一点保留呢，这个头发呢，它自然的会去得到一个修饰它脸型的作用。然后经过我们一会儿的烫发呢，我们这个位置呢会有一点点这样自然的弧度，慢慢的，放过来，它就会比较漂亮。那同时呢，它夹在耳朵后面，它也会比较利落。这时候呢，我们在头顶的地方去做一个过渡，先往后，有长的地方呢，我们就挑一下，在这个位置我们挑一下，
好，那整个顶区的长度呢，我们要保留啊，不要把这个位置剪得很短。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头顶的位置剪得很短，会出现一个问题，上半部分的头会特别的大。选择10%的牙剪，在我们所有的发中的地方，我们去打薄。因为今天这个头发呢，我想呈现的是湿发感，所以呢，我们打发中。如果你想要这样的头发呢，呈现干发的状态，那你们打发尾的1/3就可以了。薄薄的一片，慢慢的去挑发尾的1/3，然后呢，发中间隔挑一下，一点一点的去拿。剪到我们下半部分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挑深一点点哈，这样的话，我们的头型呢可以得到一个收紧的作用。好，刘海的地方我们也要去做一下啊。这个刘海的地方我们不用预留，因为它是短的刘海，它不像长的刘海那样。那这样呢，我们整个结构就已经裁剪完成。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哈，看不到明显的层次堆积感，一个非常瘦长的形体，哎，得到这个结果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准备烫发。好，我们在这里呢分一个小小的 U 字区，那这个 U 字区的这个线的宽度呢，要根据我们头型来决定。比如说，我们从镜头里面可以看得到，这个女孩子的头型这边要小一点，然后呢这边要宽一点点，所以呢这边我们的分线呢要靠上，那这边小呢我们分线就要靠下。如果我们在现场，你的客户的头发
它的头型的宽度最宽的位置可能是在这，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就要从这里开始分了啊，就是一定要分到你头型宽的地方以上1到2公分都是 OK 的。因为如果我们头型宽是在这，如果我是直接分到这来，那这里一卷的时候放下来，这里也会宽，所以一定要比你头型最宽的位置以上1公分到2公分左右分这个区域。好，分好了区域以后呢，我们在刘海的这个位置一分为2，把刘海的地方我们分2层，分一半一半，分一个圆弧形的分区。然后呢，用夹子把它夹起来。另外一侧也一样。我们短刘海呢有3种烫发方式啊，在这个视频里面呢，我们给大家呈现的是服帖且有流向的那种头发。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选择3个杠子，大家可以从镜头里面看到，它这个头发，你看，它是比较蓬起来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我们的烫发的药水呢，尽可能的放到发根，用药水放到发根去压紧、压低它的这个蓬起来的度，然后呢，用杠子来增加它发尾的一点点流向就可以了。那找到最宽的位置，也就是说，从我们退化点的位置开始剪，这里不是最短的一个头发，从这里开始。从中心线分开啊，从中心线分开，然后呢，药水我们上到发根，也是一样的，选择冷烫的膏状药水。尽可能的贴根一点点啊。如果我们的客户本身你的发质就已经是贴的，那你们不用上，上到大概1圈的位置就可以了。可是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要上到它的发根。抬高我们去放烫发子，然后放完烫发子以后，一定要降低我们的角度，这个角度越降低会越好。选择小号杠，水平向上反卷，水平向上反卷。反卷的目的呢是把它发中的位置压进去，把它发尾呢增加一点点流向。这个方法大家可以放心的烫，这个头发烫完以后它不会这样翘起来，它只会发尾可能歪这边，可能歪这边，但是它永远是贴的，这样收过去，它不是这种拱的，哎。好，这一侧也一样啊，找到我们剪的最短的那个位置，然后呢往前带。这边的药水呢，要比我们另外一边的药水啊，要更接近发根。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小层小层的去做。好，高角度放烫发子，低角度放进。低角度，尽可能顺着它的皮肤，然后呢，发尾直接向上甩。我们的发尾可以不用朝前朝后，不用想这些啊，直接向上甩就可以了。然后呢，从侧面去看，一定要看得到这个杠子压在我们客户的皮肤上。好，那这样呢，我们的杠子大概卷了有1圈多一点点左右啊，大家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好，来到我们上半部分的这个区块，分到同等宽的这个区域，找到同等宽的区域，然后这个是后面的头发，这个是前面的。往中间的方向去带，烫1圈半。药水上到1圈半的位置，然后呢，向前轻堆积的角度去提拉，不要水平啊，水平的话，这个卷它会重叠。如果我们太高了以后呢，这个位置会特别高。所以呢，我们向前轻堆积的角度
选择大2号的杠子，然后呢朝内卷，卷1圈半。那这个杠子的目的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覆盖。因为我们下半部分已经选择了反卷，如果在这个位置我们还要再反卷，那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凹陷，它会不漂亮。所以这个地方呢，刚好去弥补这个凹陷的位置。好，来到我们侧面的位置呢，找到我们侧面跟后面的一个转角线，延伸。好，这个是后区的头发，这个是前面的头发。然后呢，我们分到哪里呢？分到我们转角的位置，就是把我们堆积的地方，我们都把它分出来。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藏的地方，下面呢是我们刚才剪子去除的地方，往前带。往前带以后呢，我们在这个位置烫1圈半。这个位置呢，我们要去收紧它，所以呢要往前，角度要降低，不要抬高。因为收紧的位置，如果我们的角度还要再抬高的话，这个位置它就会特别的大。好，抬到前面的分缝线的位置就可以了。手放斜，斜45度，选择跟我们前面的杠子一样的，发尾朝下，往上卷。好，1圈1圈半卷上去。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侧面呢就已经卷好了。好，这一侧也是一样啊，找到我们后面跟侧面的转角线，延伸分下来。然后呢，把我们堆积的那个地方我们抖出来。好，这是我们堆积的板块，往前去提拉。在这个位置呢，选择烫1圈半。如果你们要的效果是那种很自然的，你们在这个位置是可以烫1圈的啊。因为我这个头发顶区我的卷会稍稍的卷一点点，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们要烫1圈半，去跟顶上做一个卷度的衔接。好，发片呢也不能低到0度哈，发片45度去提拉，提拉到前面的分缝线的位置，手放斜，斜45度。然后呢，我们发尾一定要记住朝下朝侧。如果我们的发尾朝上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头发就会特别的显得会翘起来。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的2侧就已经完成，来到我们这个小鬓角的地方。好，小鬓角的地方呢，我们要把这个杠子呢，我们把它夹起来，分到我们耳上的这个位置，分到耳上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我想要这里呢有一点微翘的这种感觉，所以呢，我选择水平向上的反卷。如果你们这个位置你们想要它一点朝后的，那就要选择我们的帘子，在这个地方来操作就可以了。好，烫小半圈。角度放低，选择跟我们刘海一样的小号杠，水平向上反卷，让这里呢翘起来，有一点点跳跃的痕迹。好，那这样呢，这里就结束了。一定要切记的是，我们侧面的位置不可以分得很宽。如果我们在这里分得很宽，你在这里翘起来，那这个面就会加宽。加宽了以后呢，我们整个头发的美感容易会丢失。烫小半圈就可以了。发尾直接朝上，我们就是要让它翘起来。好，那我们这里就结束。好，来到我们后头部的这个位置哈，
常规来说，如果今天我们的底线是比较短的，那在这个位置呢，我们要做一个饱满向内，烫一圈就可以了。可是因为我们这个底线是留的比较长的，同时这个头发的发量会比较多，所以这个后区呢，我不会再做饱满，我都会再做收紧哈。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分一个杠子1半的宽度，当然我们可以比一下。这是一个杠子1半的宽度，分在这个位置，然后选择一个方形的发片，角度抬高，这个位置我们也是烫1圈半。因为它的头发多以及它的头发粗硬，如果我们在这个做饱满呢，这里它又会拱起来，所以我要去规避掉这个结果。好，妹妹头抬起来啊，对。高角度提拉，我们在这个位置呢选择反卷，选择跟我们侧面收紧的杠子一样的啊，反卷，把这个重量的地方去弱化，不要让它有拱起来的地方。好，那这样呢，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好，到我们转角的这个区块一样的，延伸我们的后半区这个小方形的线往下去划分。然后呢，把我们那些不连接的地方我们都抖出来，然后呢往前带，往前带，烫1圈。因为这个位置呢是整个头型最宽的位置，所以我们不能够烫多，烫1圈的，往前斜45度。同样的，杠子不用换，发尾朝侧朝下。去收紧我们的侧面，好，这一侧也一样，把不连接的都抖出来，往前带，45度，来这边嘛。带到前面分线的这个位置，斜向后，发尾向下向侧，烫1圈。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小侧面就已经完成了。然后呢，这些区块呢，我一会儿呢都会采用帘子来卷哈，因为这个位置它层次剪得比较高。如果这个位置我们再这样烫拱起来，这里很容易就什么呢？很容易它就鼓起来了。所以这个呢，等一下我们再卷。我们先来把头顶完成。头顶呢，我要把头顶都要烫得很蓬很松，所以整个头顶我们上药水呢要上到发根。整个都把我们发根的药水去梳透。眉头低一点点啊，然后呢，我们分小锯齿的分区，从中心线开，分一个小锯齿。好，妹妹头再低一点点啊，对，微弱的一点点小锯齿。好，头抬高。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分成6个杠子来卷，分成一个小方形的发片往中间带。然后呢，把这个头发呢包成条状，选择斜向，就是斜向入卷哈，这个杠子不要摆平，不要摆平，不要摆平，斜着入卷。
然后呢，我们慢慢的朝后卷。一定要注意的是，中间这个位置一定要有一点间隔啊，大家可以从镜头里面看到要有点间隔。如果这个地方你没有间隔，那这个头发烫完以后呢，它会特别的卷，特别的弹。好，一直卷到我们的发根。好，这个杠子我们朝后卷。那接下来下一个，往中间的方向带。这个呢朝前卷啊，因为前面的朝后，那这个呢我们就要朝前，尽可能让我们的头发呢不要在不要在一个方向的有卷度，要不然头发呢它就会没有空间，你没有空间了以后呢，它的体积就会变得很大。好，这一侧也一样，斜着入卷。慢慢的卷进去，好，再来。发片不要分得太大啊，因为这样竖着卷的它不容易出卷。如果我们发片分得太大了以后呢，它烫出来会很自然。当然了，如果你需要自然的效果，这样做是可以的。哎，这个朝前卷。哎，中间有一点点间隔，然后呢，到我们发中的地方，我们发根的地方，我们把它，哎，烫蓬松。好，到我们后半区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一个就把它完成啊。因为它的头发多，所以呢，我就分成一个了。如果头发少，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分成2个杠子啊。好，这样的话，整个头顶我们的排杠就已经完成。现在我们来做后半区的下面。我们把所有的药水呢都上在这个头发上，短的地方我们尽可能也要去做一下。如果我们这个头发你的底线剪的是这么短的，那其实这个头发呢，你们是不用这些都烫的哈。是因为我留的长，所以我希望这个地方不要过于太直，要不然跟我顶上的它会有点不搭，所以我才烫的。这个地方根据我们自己的发型而来决定啊。好，我们的棉纸呢，它拿到手是这样一块的哈。那因为可以看到它是没有封口的，从这边扯呢，它可以长。看啦，从这边扯它是可以长的，所以呢，我们要从中间剪，剪完了以后呢，因为它太长了，去包我们的头发的时候，它会体积很大，所以呢，我们再对半折，然后呢，我们再剪掉，剪完了以后呢，它就会变成2个方形的头。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从中间撕开，哎，一个呢大概能够撕3到4片，这是1片。然后呢，这是2片，哎，剪成这样就可以了。每1片都如此操作啊。我们先从我们后半部分这个长的不连接的地方开始，取一个方形的发片，包住了以后呢，我们扯一下，然后呢，往前扭，角度越低越好，卷的圈数不用太小。全部都是取方形的发片，慢慢的掖上去，朝后卷。
一定要梳顺。每一个都以此类推就可以了。好，耳后的地方我们朝前卷。 注意啊，你要往哪边包，那这个头这个口就要朝哪边，扯一下，然后再往上。边缘的地方我们都往前包住。 这个中部的位置，再来，撕的有点厚，再薄一点哈。朝后呢，去收紧它。 这个地方到时候快进啊，是这么厚。因为给这个女孩子把脖子擦一下。因为它往这边偏一点点啊，对，稍微低一点点。好嘞，好，那这样呢，我们整个抬杠就已经完成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刘海的地方呢，我们选择了2个小号杠，水平往上反卷，烫1圈半。这个地方呢也是烫1圈半，旁边的地方呢也是1圈半。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是小半圈，这里呢是1圈。后区呢，我们选择的是1圈半，然后呢往上反卷，目的是不要让这个头发再有堆积感哈。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不同以及发型的需求不同而发生变化，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整个下半部分呢，我们选择了棉子低角度，边缘的地方我们都是朝前卷的，然后呢边缘以后的地方我们都是朝后卷的。一定要切记，它要角度够低。我们要的不是卷度，我们要的是有点自然卷长出来的那种，有点微曲感，就已经很好看了啊。头顶呢，我们选择的是一个束状的缠绕，然后呢，我们选择了5个杠子，然后呢，据此分区。好，那这个头发呢，我们接下来要给它加热，因为这个头发没有染过，可能大概加热的时间会15分钟左右，然后呢冷10分钟，然后我们再来检查，应该就差不多了。好，我们一会儿见。好，我们这个头发呢加热已经结束了，加热了15分钟，冷了10分钟。现在呢，我们去做一个拆杠的检查。同样的，我们先来检查一下，就是我们最后卷的这个杠子，可以看一下我们后半部分的这个反卷的地方。然后我们选择一个宽齿梳去梳了以后呢，我们去抖一下，看得到这个卷度已经有回弹力了，刚刚好是我想要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定型了。好，现在我们开始上我们的定型剂。我们定型10分钟就可以了啊！我们的定型时间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准备拆杠。这是我们刚刚拆完杠的一个结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哦。整个下半部分都是非常服帖的，然后呢，有一点边缘流向的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头发呢要开始去做染发，我们一会儿再见。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烫完的一个样子，擦干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卷度整体来说都是比较自然的。卷呢也是体现在我们边缘的位置，非常动感的。好像这样的头发呢，其实我们是不会以干发去呈现的，我们会做一个半干或者是湿发的一个造型。那在做造型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先打一点精油才可以啊。好。那像这种头发打的精油呢，就是这个油啊，一定要偏油性多一点点，不要打那种干的那种精油。打干的那种精油呢，其实它就没有太大的感觉，尽可能打湿一点的、油一点的，打在所有的发尾、发根上都是没有问题。少量多次，尽可能的要打得很匀。在我们后半部分的地方也要打一下下。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打精油的话，一会儿吹干的时候，它的纹理感会特别的强。然后呢，我们选择小风中温，慢慢的去吹干，吹一个半干的形态就可以了。把发根都吹干了以后呢，几乎我们就已经可以了，不需要再去怎么吹它。这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拍照的话，你可以去摆你自己想要的一个造型。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自然乱的一个状态，其实还蛮好看的。然后在边缘的这一撮这一绺的头发其实是很长的，那这一绺的头发呢，我们可以一样的让它往后去延伸。比如说我们的客户平时可以回家这样夹在耳朵后面，哎，这样也是 OK 的。那也可以在我们拍照的时候做一点点氛围感，让它往前一放，哎，可以看得到这样的视觉。然后呢，小鬓角的地方呢，我们把它做的稍稍的翘起来一点点，哎，这样的视觉，哎，两边都一样啊，两边都一样，不需要有特别的打理方式。本身这个头呢，它就已经烫得很自然，哎，这样的话，我们客户回家以后才能够还原。如果我们本身做完了以后很难打理，那客户的话他就不太好还原了。好，然后呢，我们最后呢，就是你去调整一下你需要的线条的地方就可以了。通常一般我会喜欢它自己本身的样子哈。好，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从侧面去看这个发型呢，其实我们要不要这个位置都是 OK 的。那从侧面和后面去看这个发型呢，其实我们要不要这个底线都是 OK 的。可以看到啊，这个底线因为它比较年轻嘛，所以我们留一点点的话，这个头发它显得很随意，很有点街头感。那如果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比较精致的客户，那我们这个底线是完全可以拿掉的。大家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其实我把这个底线拿掉，是不是依然也非常的漂亮的？它就是一个动感的短发。所以这个位置取决于大家。如果我们的底线你不去预留，那下半部分是不需要烫的。在排杠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哎，如果你要留这个小底线，那这个底线呢，你就不能让它突然间很直，你一定让它有一点点就是有点自然卷的这种感觉才会比较漂亮啊。我们整体看一下。
好，在后半部分一定不要看到明显的堆积感。哎，这一侧。好，妹妹头低一点点，对。好，因为这个灯光和背景的原因呢，就是它很白，所以看上去我们这个头发的色彩它会有一点点重。在这个头发之上，如果可以，你们可以做一些边缘的挑染，也是非常漂亮的哦。希望这款发型呢，给你更多的灵感，能够帮到你。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哎，拜拜一下。